有很多人私信来问我，说奇门遁甲到底能不能逆天改命？原本呢，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了想，我觉得我可以说说我的看法，因为呢，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人生嘛。我说说我的看法，你们听一听，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奇门遁甲不能逆天改命。如果传递奇门可以逆天改命的这个博主，他的发心是希望告诉你们不要去认命，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那从这一点来说，我是认同的。之前呢，我也说过这个话题，命不存在改，它可以做的是创造，因为未来有很多的东西还没有定性，你可以通过捕捉一些 bug 去发挥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如果你说某个术我需要借助它逆天改命，那我认为是扯淡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就2点。比如第一，我们道家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一陶可治万器，中无有一器可治陶也。这句话呢出自于《文史真经》，大家有空呢可以去看一看。翻译成大白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泥土可以制作成任何形态的陶瓷器物，但是陶瓷器物不可能反过来成为泥土。能懂这道理吗？奇门遁甲是应天道而生，它是不可能逆得了天道的。你只能在这个规则之下去捕捉那些 bug 跟漏洞，然后为你所用，这叫运筹帷幄。你不可能逆得了那个生你的源头。就好比说你爸是你爸，你怎么能成为你爷爷呢？你能生出一个爹然后再生你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奇门遁甲是不可能逆天改命的，它顶多了可以帮助你窥探天道，窥探规律跟法则，找到一些漏洞，比如我们讲的风云龙虎这些遁，包括三诈五假，包括很多时候出其不意的一些运筹谋划，这些是可以的。但是这些也只不过是天道法则当中的九牛一毛而已，冰山一角而已。所以说真正逆天改命方法是什么呢？积德行善修真炼性，我们讲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合元虚，炼虚合道，炼道出自然。你顶到头了，你可以成为那个创造你的源头，但是你不可能逆得了。当然了，你到了那个创造你的源头，已经不存在逆不逆，不存在改不改的问题了，明白了吗？就是命也好，或者我说的出场设置也好，那个东西本来它就不代表你，它不代表你，它不代表你，你又怎么能通过一个不代表你的东西去逆了一个所谓的你呢？我不知道我说到这儿你们能不能听得懂。我生之前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这句话你们好好自己想一想，就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才是你？你要逆的要去改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建议你们以后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要有自己最基本的判断能力。这个判断能力可能来自于读书，来自于领悟，来自于你的天赋，但是不要偏听偏信，看到一个好像噱头很厉害或者说看起来好像很屌的一些名义，然后你就相信了。当然了，这里边可能有些人说我这个用了他的方法，我觉得确实怎么样。这个东西很难去证伪，因为有很多东西很难证伪。就好比说你说现在你们去医院看病你也会有花了钱了病没治好的情况，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还不能责怪医生，因为他已经尽力了。那你说这种情况之下，你也损财了，命也没了，你说你有没有被骗呢？你不能去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医生是不是骗了你，对吗？那玄学也好，或者说一些我们看不见的手段也好，也是如此。你不能说我用了这个东西了，但是它没有用，是不是我被骗了？它跟看病是同理的，到底谁是骗呢？很难界定。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理性的去看待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今天说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懂，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明白，反正我也没稿子，想到哪说到哪。希望大家好好去思考，到底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命运，到底你要逆的要改的到底是什么，到底存不存在这个东西呢？就看你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福生降贵，道气长存。回见。